在 YouTube 上是一场策略大战，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策略。在本视频中，我将告诉你如何改变这一切。您将了解到如何快速提升您的频道，快速获得观看次数和订阅者，以及如何在 YouTube 平台实现被动收入，实现财务自由。现在我们来迎接挑战吧。YouTube 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佬，他们获得了最多次数的观看，最多的 money。你可能会想，他们经营 YouTube 已经几年或者更早，他们只是运气好，对吧？如果你这样想，那你就输了。YouTube 正在努力扶持新频道，是为了与竞争对手竞争，例如 TikTok， 所以新频道是有很多机会的。每个热爱 YouTube 的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，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从零开始的。最痛心的是，有些人完全迷失了搬运可以赚钱的游戏。还有用 ChatGPT 和 Canva 在30分钟内制作300个视频的神话中，想投机取巧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这样的视频根本不会有播放，即便你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些短片获得了几百万次的观看，你要记住，这些依然无法通过获利的，因为 YouTube 不会通过重复内容获利，而且不要指望什么复制粘贴就能赚大钱，咱们是靠谱的人，就要做靠谱的事儿，对吧？我们将从寻找视频创意到编写剧本、画外音、编辑、字幕、音乐、音效等这些地方下手。这里说到的重点就是掌握所需要的技能：编辑、缩略图、标题、描绘栏、色彩、音效、讲故事、标签，还有 CC 字幕。为了获取进步，新创作者需要不断的学习，来提升这些能力到更高的水平。如果您的视频制作质量很差，没有实质的内容，那么再好的标题和缩图都是无法挽救的。缩图和视频标题很大程度决定了点击率。大家都想要 YouTube 的算法更多的推荐自己的视频。如果您的视频没有多少播放量，这并不是 YouTube 算法不推荐，而是视频的点击率和留存率太低了。那点击率为什么低呢？首先要在缩图和标题上找原因。缩图不要使用杂乱无章、花里胡哨的颜色，或选择图像不清晰的缩图。想要缩图脱颖而出，是否能够成功吸引观众的眼球是关键。一个好的缩图能在几秒内让观众去点击它，提高影片的点击率，所以掌握缩图的制作技巧尤为重要。内容要清晰可见，还需要考虑到手机上使用 YouTube 的用户，所以缩略图中关键元素一定要醒目，突出的文字让观众迅速了解影片内容。要与视频内容相关，不要使用误导观众的缩图，会导致观众迅速离开，拉低留存率，这样对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影响是很大的。吸引人的设计，鲜明对比强烈的颜色，可以让缩略图在视频列表中更加突出，来吸引观众的目光。真人出镜的频道一定要将人脸放在缩略图上，可以更好的打造个人品牌。给予以上4点，确保创建一个好的缩图。重点提示：没有设计基础或者你对缩图没有灵感的朋友，如何制作满意的缩图呢？你们的福利来了，我专门做了一个教程，制作过程放在视频最后了。现在我们来说说标题，它也是影响点击率的重要因素。标题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？标题的目的是解释您视频核心内容是什么，也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宣传您的视频，并引起观众的兴趣。当观众第一眼看到它，就想点击它的感觉。我个人认为标题不需要太长，简洁明了，突出视频主题就够了。短的视频标题更容易理解，甚至秒懂。没有人去仔细分析您的标题，所以让观众快速秒懂，才能让观众迅速点开您的视频。长的视频标题是针对搜索结果优化的标题，而不是针对观众进行优化。也就是说，长的视频标题因为字多，观众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有几率可以搜到您的视频。虽然搜索的结果很不错，但比起主页推荐还是略逊一些。毕竟有了观众点击，才会有更多的推荐。您的视频需要更高的点击率，是通过吸引观众点击而来的，而不是搜索引擎来获得的。切记，标题要深入主题，不要过于夸张。说完了点击率，我们再探讨一下留存率。留存率对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尤为重要。那么视频的开头如何吸引观众呢？所以我们就来说说视频开头的黄金10秒。它是留住观众的重中之重，快速预告，让观众知道视频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，直接切入主题，并且越短越好，让观众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将从视频中获得的价值，以及他们最终学到什么。因为大多数人在打开视频时会快速决定是否继续观看。如果您想要留住观众的留存率高，所以请花足时间去编辑它，确保它有足够的吸引力且赏心悦目，这样观众就不会关闭您的视频。快节奏简洁往往有助于更多的吸引注意力。反之，如果观众因为您的预告太过无聊而离开，那么无论您的视频其余部分有多精彩，都毫无意义。
这就是片头预告的重要性。不要在还没有提供任何价值之前就让观众点赞和订阅，这样会降低你观众的留存率。您的视频对他有收获，自然会给您点赞和订阅的。YouTuber 希望创作者提供最好的视频内容，使观众在平台上停留时间更长。如果您做到了， YouTuber 就会更多的推荐您的视频。所以您的视频长度最好不要低于8分钟。其次，您发布的视频与观众订阅的内容完全不相符，则该视频不会获得多少的点击率，观众的留存率也会很低。因此 YouTuber 的推荐算法不可能推荐它。比如您是科技类的频道，突然你发了一个宠物的视频，那订阅你频道的粉丝，他们显然不会观看这个视频。所以你应该始终努力为相同的受众提供服务，因为 YouTuber 的算法会优先将您的视频推荐给经常观看您视频内容的忠实观众。就算他没有订阅你，也会激活 YouTuber 的推荐算法，因为他只是偶尔观看过您的内容的人。当他再一次打开 YouTuber 主页的时候， YouTuber 会把您的视频在主页的 C 位上推荐给他，这也是 YouTuber 推荐算法之一。这样依然会增加您的观看量和订阅量。最困扰的是一开始没有方向，不知道从何开始，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被困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在没有确定主题和方向的情况下，不要随机发布，你是无法获得成功的。关于定位，这取决于您的专业和您兴趣的技能。你要选择你擅长的领域，还有你感兴趣的领域。只有你感兴趣和你擅长的领域才能发挥你的强项，这样你才能够确保长期不断的更新优质的内容。这里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多新创作者都在拼命努力，制作一个又一个视频，却一无收获，还没有一个视频获得超过100的观看次数，眼睁睁地看着同行领域的大佬们占据主导的地位。许多创作者认为没有精通 YouTuber 的算法的原因，甚至认为没有搞懂 YouTuber 算法，所以失败吗？首先，请不要迷信算法。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，数以百万计的创作者都在发布他们的 YouTuber 频道，为了提升，他们都在努力学习并掌握新的技术，这是获得更多的观看次数和订阅者的基石。我们大家都在竞争赛跑，你要与其他创作者竞争，不同之处取决于你为观众提供了多少价值与视觉享受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当你发了4个5个视频时，可能没有几个播放量，不要想太多。我强烈建议的一件事就是，不要担心你的视频没有人观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肯定会从中不断提高你视频的质量，这也是你学习和不断进取的过程。因为您发布的每个视频都是在前进的路上，即使您用了很长时间来改善您视频的内容，尽可能提升这些所有技能，但依然不尽人意，你也可能经历过同样的挣扎。刚刚起号，我们做不到很完美，不可能制作出100%完美的视频。当持续发布大约10个视频后，再去观看自己的第一个视频，你会发现您的第一个视频就像小丑，所以你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你只是没有发现而已。因此，并不是让您的第一个视频就高质量完美无缺，而是把每个视频做得一个比一个更好。只要从每次的经历中学习并尝试逐步改进，提高自己的技能，找到解决方案，你就是最棒的。这是很好的过渡，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战胜困难，还是非常了不起的，为你点赞。我们做不到每个人都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为认真对待内容核心的人群提供足够的价值，足以长期并且固定的时间来更新您的频道，这才是最关键的，这样就能更快的成长，而你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观看次数和订阅者。还可以解锁一些功能和奖励，很快您就可以解锁赞助，甚至是播放按钮、实体奖励、访问社区选项卡、开通合作伙伴计划，通过广告赚钱。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为一种副业爱好，只是偶尔发布一些随机视频，缺乏任何的真正策略。但是通过发布视频的次数越多，您学到的东西就越多，这也可以让您赚到钱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，时机成熟时，把您的频道创建成一个品牌，比如保持整体风格，突出主题颜色、字体、背景、封面、视频人物主角，在整个频道都要保持一致，甚至建立一个团队，并不断提升频道的质量。您的 YouTuber 工作室就此诞生，并提供了更快的增长机会。正确的策略确实可以让您赚到盆满钵满，但不同人的目的是不同的。有些人想成名、声望和影响力，实际上 YouTuber 平台可以让您向全世界传播您的想法和信息，培养喜爱您的粉丝，甚至一战成名。确实 YouTuber 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，这完全取决于您个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只是希望他们的频道变成长期赚钱的提款机。创作者制作每个视频都是财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财富将会越来越多，因为在 YouTuber 平台，它是直接可以变现的，它就是您的资产。作为全职创作者，当你醒来时，你就知道
在你睡觉的时候，你的频道在为你赚钱，这就是真正意义的被动收入，并且每个视频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赚钱。通过视频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现在来了解一下 YouTuber 视频赚钱的几种方式。最广为人知的 YouTuber 广告赚钱，每1000次观看所赚取的佣金称为每1000层次收入 RPM。粉丝资助包括超级感谢、捐款或 YouTuber 会员资格等。你还可以帮助品牌公司推荐他们的产品，公司会给你一定的佣金。在视频中插播他们的产品，介绍他们的产品或服务，也可以售您自己的产品、知识付费、在校课程或电子书或付费访问或下载的其他资源，就可以一直受它天荒地老。只要您的创意够好，玩好 YouTuber 的游戏规则，这一切完全可以实现的。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，也就是起点。新创作者总是感觉无法成长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甚至找不到失败的原因，不知道自己如何开始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成功，直接被困在深渊里。问题就在这里，这就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，最终归咎于不懂算法，甚至错误地认为 YouTuber 已经如此强大，以为时已晚。归根结底就是 YouTuber 上的内容多如牛毛，因为竞争过于激烈，只有1%的顶级创作者中的大佬主导，而新创作者则在较低的水平上挣扎。如果我说事情并非如此呢？我最喜欢的一句成语源自于荀子劝学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也就是说你必须学习比其他人做得更好，这就是最优秀的你要做的事情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脱颖而出。那怎么才能做到呢？我劝你多关注同行业大佬们的动态，取其优点，去掉自己的缺点，不断的学习知识，您的频道才能快速的开始成长。不要闭门造车，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拍摄、分享一些人和事物，上传完成就这么简单。如果我说事情并非如此，这样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呢？您必须学习灯光、声音、特效等，设计缩图与编写有趣的脚本以及编辑等技能。我们要了解 YouTube 平台的运作机制，这样就不会违规而受到惩罚。您会花时间了解版权吗？在 YouTube 上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您使用他人内容时，您可能会收到版权声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您的频道违反了规则而受到警告，这就意味着您无法通过获利，您的频道也会受到负面影响。你的频道距离罢工只有1步之遥。如果你收到3次警告之后，您的账户将被禁止，你的 YouTube 之旅一切就都结束了。YouTube 希望以原创内容奖励原创作者。无论如何 ，YouTube 平台都是最好获取灵感的地方。把每个你最喜欢的元素融入到你自己的内容中，添加自己的风格是可以的，做到与众不同，富有创意，在原来的基础上变得锦上添花。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和学习，当然不可以全盘照抄，不要尝试逐字复制，这样就要回到版权、重复、重用内容的地方。如果您所有的材料均来自其他人，并且没有做出任何变革， YouTube 的算法是不会推荐的。好的内容可以借鉴，不可以原封不动的照搬。但现在让我们谈谈实际一点的东西。您会使用音乐音效吗？我知道音乐音效被许多创作者忽视，您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寻找合适的音乐，帮助您视频营造出合适的氛围，并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更好的感受。您添加的音乐音效会对您的视频产生巨大的影响。真人出镜的频道主要涉及您在镜头前表现如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，不露脸的频道编辑剪辑就会变得更加重要。无版权的音乐音效才能通过视频获利。编辑等于质量和创造力，音乐音效、动态图形、剪辑、转场，视频中内容补充程度、节奏是否流畅。良好的编辑剪辑有助于讲述故事，从整体上看是否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，从而提高留存率。你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所有编辑工作，这当然非常耗时烦人的，但您仍需要完成这些工作。我相信你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你有多好的设备，比如麦克风、单反相机以及录音棚，图像清晰、高质量，视频的背景和灯光完全良好，提高视频质量当然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大多数智能手机摄像头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一部手机就够了，您无需花费昂贵的钱去购买设备，就可以制作出非常高质量的视频，并且您可以在自然光下免费获得良好的照明。当你获利了，可以购买更好的设备，也为时不晚。新创作者总是担心自己发布不够多，首先做高质量的视频频繁更新是不现实的。很显然，制作一个出色较高质量的视频需要更长的时间与精力，只要你有把握下一个视频仍然是高质量就没有问题。质量胜过数量，专注于受众的质量而不是数量，但这在 YouTube 上取得成功有不同的策略。
有些人以数量打天下，高频率更新视频，但视频质量较低，取得了成功。缺点，很多人更新频率非常高，2-3天一更新，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，最终导致精疲力尽，失去热情与创造力。我认为这样更新还拿什么时间去学习知识，做出更好的视频呢？但是不外乎有一些人成功了，而另一些人则以高质量更新视频，但更新频率较低，取得了成功。缺点，你努力提高每个视频的水平，并认定制作高质量精彩内容。重点的问题在于，如果在一个视频上投入大量精力，但它的播放量并不多，就会让人失去动力。实际上，通过精心制作的高质量精彩视频，比草草制作的大量视频更容易获得成功。高品质的精彩视频并不多，而平庸的中低级别的视频却是无胜数，这就形成一个怪圈：高质量的精彩视频不需要竞争，而中低级别的视频却杀得死去活来，因为数量巨大，大多数人都在这个水平线上竞争。因此，当高质量精彩视频出现时，大多观看的人都会点赞订阅的。你会发现，增长较快的创作者并没有频繁更新视频。例如 Isaac 这个频道只有4个视频，他用了半年时间发布了4个视频，就已经有11.4万的订阅。他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同类的创作者都快，而且第一个视频就热门了。通过以高质量路线、低频率更新，并在视频制作中投入更多，就会获得频道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声誉。您就会意识到，视频更新缓慢并不是问题。一个好的频道给观众留下好感，好感等于声誉，等于知名度。当有新人发现您的视频并观看时，同时他们也会去看你以往的视频，因为当您的频道让他感到满意，并且获得良好的体验，他们就会订阅您的频道。即便他们没有订阅您的频道，当他再一次看到您的视频时，不管缩图或标题好不好，他们基本上也可能会点击这个视频，这是大概率事件，并且也愿意分享您的视频给别人，更期待你的下一个视频能够快速更新，让他们观看。这直接会激活 YouTube 推荐算法，在这种情况下 ，YouTube 算法会更多的推荐您的视频，甚至几年里还一直有流量，这样就形成了正的循环。您的每个视频平均播放都会比同类型的频道高，这样您的频道形成了你自己的独特品牌。所以，当你建立频道初期，就把频道预设为品牌，比如保持整体风格，突出主题颜色、字体、背景、封面、视频人物主角等等。在整个频道都要保持一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让频道更好、更加锦上添花呢？关于视频长青不倒，甚至几年里还一直有流量，观众看了你的一个视频后，去了您的频道，疯狂的观看你以往的内容，可以在未来几年里持续带来新的流量和订阅者的方法。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重点介绍。大多数人容易忽视的就是优化、搜索优化、描述来填写CC 字幕，使用结束卡和播放列表在视频之间建立的连接，这些优化在您上传视频时，在 YouTube 工作室中填写，这确实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频道快速发展。大多数人在视频结束时都会说感谢大家观看等等之类的话，此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关闭视频，因为观众知道视频结束了，这样真的是在浪费资源。如果在视频结束前告诉大家下一期影片准备说些什么内容，这就是为下一期影片打广告。当您的预告内容勾起他的好奇心，告诉他们为什么应该去观看这个视频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观看您的下一个视频，那么你就成功做到了引流，这样自然而然总的观看量就会增加，还有总订阅也会增加，把自然的流量引到下一个影片中，观看就会越来越多，观看多了订阅就多，也就意味着总观看量和总订阅会一直上升。当你这一部影片中涉及到另一部影片的时候，也一定要告诉观众去看涉及到的另一部影片，这可以让 YouTube 算法更容易地推荐你的视频。我们还要与观众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，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回复观众的留言。每个人的留言都是对你的信任，当他们收到你的回复时，他们会感到你对他们的重视和尊重。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让关系更亲密，这是你让他们从观众转变为铁粉的过程，请不要忽略这一点。如果您的频道仍然没有获得多少观看次数，您可能会需要观看我的下一个视频，它将为您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策略以及深度分布的分析、后台定位设置，把您的视频推荐给合适的观众，甚至在您的视频发布以后几年里一直都会有流量。这些策略可以明显增加您的观看次数并提高订阅，我会在那里等你。首先截屏一个缩图，找到一个播放量还不错您中意的缩图，这是为了您对缩图设计没有灵感，我们可以拿来借鉴，加以改动就可以做出满意的缩图。打开海映 AI， 完全是中文免费的，点击创作，点击高清修复，把截屏的图片拖进来，
把数值调到最大4，点击创作，几秒就好了。再点开图片，点击下载，打开 Adobe Photoshop， 点击打开，导入图片，新建图层，用吸管吸取背景色，点击确定，点击油漆桶工具添加背景色，然后关闭背景图，空白处双击，添加所需要的材料，点击打开，把素材拖入，在海鹰 AI 中输入提示词，创建人物，选择一个自己中意的图片，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照片。点开图片，点击高清修复，点击创作，等待几秒，修复完成。打开图片，点击去除背景，再等几秒就完成了。点击图片，点击下载，返回 Adobe Photoshop， 把图片拖进来进行修复，调整到合适位置，把手机素材拖进来，按照原来的图位摆好，然后制作手机内部的图片，选择钢笔工具进行抠图 ，Ctrl 加回车变为选区，按 Delete 键删除选择区。新建图层，点击油漆桶工具，把新图层添加为黑色 ，Ctrl 加 D 取消选区，拖入要用的素材 ，Ctrl 加 T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，按住 Ctrl 点击手机框和手机背景层，单击鼠标右键点击连接图层，然后呢复制图层，把复制的图层拖到合适的位置进行调整。拖入素材，然后调整，再一次拖入手机素材，调整位置和大小，这样3个手机的图片就完成了。点击背景层和人物层，把图片层透明度设置为50，这样可以看到底层。点击矩形选择工具，按照底层大小拖拽一个矩形，点击油漆桶工具，添加你喜欢的颜色，点击文字工具，输入你想要的文字 ，Ctrl 加 T 调整文字的大小与位置，点击背景层，把透明度改回100。如果不喜欢红色，我们也可以把矩形改为别的颜色。复制图层，点击油漆桶工具，点击添加颜色，拖入素材并调整位置与大小，双击人物图片层，添加描边，选择外部，颜色为白色，大小为18像素，点击确定，这样缩图就完整的制作完了。看一下对比。